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踏的狂潮7 Pro 499的发售价 A-Shock Pro 的中底，在中足部位还给到了我们一块碳板，单支 42.5 码，不到350克的重量。刚上市啊，二级市场上面的价格就已经降到300左右了。跟前几代比起来，虽然在配置方面确实下降了不少，但是价格是真的实打实低了一大截。之前5代和6代的 Pro 版本发售价都在4位数，而这一次直接杀到了500以内这一个档位，非常令人惊讶。当然啊，配置什么的其实并不重要，好不好穿才是我们实战党最在意的，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双鞋在实战方面的体验究竟如何。它的抓地表现非常出色，这种幅度非常大的人字纹纹路能够很好的应对各个方向的抓地，在干净的场地上能够做到指哪打哪，想停就停，非常自如 ，awesome。但是啊，作为一双定位偏向于外场的篮球鞋，它的耐磨表现并不是特别出色。虽然大底的纹路深度以及粗度都还比较不错，但是外底的橡胶真的有点偏软了。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只能达到65左右，即使室外的塑胶场地都有点勉强，就更不用说打水泥地了。虽然我不是特别清楚啊，官方有没有推广过狂潮7 Pro 的定位是否偏向于外场，但是狂潮这一个系列在我们广大的篮球爱好者心里就是一个偏向于外场的系列，在我们心目当中啊，它就是安踏旗下用来对抗反捂的一个系列，对吧？但是啊，这一代的耐磨，我觉得真的用来打外场的话，还是会有点够呛，这一点还是挺让我失望的。中底的大面积碳板就是它抗扭的最好保证，而且啊，它在鞋身外侧还有一块面积非常大的 TPU 键，进一步提升了中底的刚性。有一说一啊，这块 TPU 片真的是这一双鞋身上最出色的设计，不仅提升了整一双鞋的强度，而且它还做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释放空间，在提升了强度的同时，还完全没有内扣的感觉。与此同时啊，这种在外侧做了加强，而在内侧全放空的设计，还能让它的前掌更加易于弯折，在我们需要侧向支撑的时候，这块 TPU 片能够很好的顶住我们施加给它的力，而在我们需要变向，在需要突破的时候，它又不会影响到球鞋的弯折，真的非常棒。而且这一块 TPU 键侧面的镂空，还让这双鞋拥有了一个非常合适的自然弯折点，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在使用前掌发力的时候，都不会给足弓带来额外的压力。这一块 TPU 片真的非常顶，这个设计啊，真的特别棒。至于它的稳定性，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你别看它的中底啊，好像特别厚，对吧？但是啊，穿上脚之后，它的中底其实还算是比较贴地的。虽然大底的造型是这种全弧形的造型，但是它的大底面积肉眼可见的啊，非常宽大。穿它打球，脚底下还是非常放心的，在做动作的时候完全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而夸张的弧形大底也让它拥有了出色的灵活性。它身上所使用的弧形大底啊，四周的弧度都非常的夸张，往任何方向做变向都非常自如，稳定性与灵活性兼具。OK， 那在基础性能方面啊，狂潮7 Pro 的表现非常出色，抓地优秀，强度恰到好处，稳定性也非常不错。想要用来打高强度的比赛，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那至于它是不是好穿，我们还是得看看啊，它在风格化处理方面做得怎么样。在脚型适配方面，这一次狂潮7 Pro 用的是一个偏宽的鞋楦，对于像我这样的窄脚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我还是更加推荐啊宽脚的兄弟去进行选择。虽然它在后半部分用了2对动态鞋带孔，但是由于鞋面的下压做的不是特别够，所以啊，在动态锁定方面的表现依旧不是特别出色。即使把鞋带拉得特别紧，在急停的时候还是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顶脚趾情况，这也是这一双鞋身上我体验下来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正常脚型或者是宽脚的兄弟们能稍微好一点啊，但是窄脚的兄弟们，我建议啊还是尽量不要去考虑了。虽然对于实战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但是脚趾是真的遭罪。当然啊，在我们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对抗蹬地动作的时候，并不会出现双脚在鞋内位移的情况，在启动的时候或者是在跑动的时候也不会有掉跟的情况出现。在动态锁定方面啊，除了会有比较明显的顶脚趾情况之外，其他都没有任何问题，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而至于它的鞋面强度，表现非常棒，高密度的针织加上鞋身侧边大面积的 TPU 材料以及橡胶材料所形成的侧墙，不管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不管你多大体重，不管你打球的强度有多大，鞋面强度
绝对够用。至于它的中底，狂潮7 Pro 用了一个全新的 A-Shock Pro 缓震科技，这种新的中底缓震材料啊，会比较偏韧，没有特别明显的脚感。它给到我们的脚感基本上全都来自它这一副偏厚的奥斯莱的鞋垫，而一旦把鞋垫踩塌了之后，就基本上没什么特别明显的脚感了。而且啊，你不要看它在外观上看上去好像中底特别厚的一个样子，其实它的重心一点也不高，甚至啊可以算是比较贴地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这2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在我们发力蹬地的时候，它完全不会泄力，脚底下给到的反馈非常的直接，加上它易于弯折的前掌以及弧形的外底造型，如果你平时打球啊变向动作做的会比较多，那这一双鞋你一定会喜欢。在变向的时候，整双鞋的中底跟双脚之间的贴合度非常高，非常跟脚，美中不足的就是时不时会有顶脚趾的情况出现，真的会有点煞风景。不过有一说一啊，A-Shock Pro 在缓震方面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并且啊，中底的缓震材料也用 TPU 键进行了加固包围，还做了针对性的形变释放空间。虽然并没有给到我们特别澎湃的感觉，但是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使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缓震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而且这种一体式的中底缓震材料加上中足部位一块碳板的这样一个组合，在中底过渡方面就很少会出现翻车，而且它还有着一个非常夸张的后跟以及鞋头的上翘幅度，就注定了这会是一双非常适合跑跳的鞋子。不管是正常跑动还是蓄力起跳，它的中底力传导都特别的顺畅，而且它侧面的这一块 TPU 片能在我们起跳或者是蹬地时，能提供给我们那么一点点推进的感觉，虽然不是特别多，但是是能够感受得到的。整一个跑跳体验真的非常出色，跑跳型的球员这双鞋你应该会喜欢。狂潮7 Pro 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它的整体实战体验其实跟它的外观啊完全不一样。外观看上去好像肥肥的，有点笨重的感觉，但实际上脚之后，它不但非常轻盈，而且非常灵活，非常的反差啊！不管是跑跳体验还是强度表现，它都非常出色。但是作为一双狂潮系列的篮球鞋啊，它的耐磨肯定是不够看的。主打外场的篮球鞋，你不耐磨，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对吧？而且啊，顶脚趾的感觉也真的特别的明显。它给我的感觉像是一双全面加强版的闪击3。闪击3我知道啊，有很大的一批用户者，300左右的价格，有碳板，反应性也比较出色。而这一双狂潮7 Pro， 它有着更为出色的中底过渡，更为出色的侧向支撑，以及更为出色的缓震表现。不夸张的说啊，它可以在每一个方面都吊打闪击3，但是它们都存在着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顶脚趾。这一点啊，在我这里算是一个比较大的扣分项。可能脚宽一点的兄弟们能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窄脚的兄弟们就尽量不要去选择了，好吧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